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为什么要学习道家的内容？学习道家，道家是一种学问它是一种哲学东方哲学，称为道家大智慧。学习道家的内容呢，可以使我们获得这个更好的智慧。比如如何去对待我们个人的这种身体的健康，这个心态的这个健康，境界的提升，然后如何更好的与人之间处理关系，更好的跟环境、跟社会、跟自然处理关系，它有很好的这个方法。那几千年来呢，道家的这种思想方法呢，引导我们每一位学习道家的人士呢，能够更好的指导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学习道家呢，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健康、快乐。因此呢，道家的文化和思想呢，在过去、今天还是未来，都可以更好的为人们提供一些修身养性、为人处事，这个人与环境和自然、宇宙天地相处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学习道家，可以说道家文化是一种昌盛的文化，谁去学习或实践它，谁就会得到这个更好的结果。反之呢，违背道家的这个思想和方法呢，我们就容易践行错误的行为和方法，就会伤害自身，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人与环境自然的处理，人与天地宇宙的这种关系的处理，往往就会用错误的行为和方式。因此呢，在未来的21世纪里面呢，我们人人都需要这种道家的这个大智慧来指导我们每一位这个学习或生活、工作，这个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人都应该学习这个道家的文化，为我们每个人提供更多的健康和福报。先要了解一个身体的这个力量结构的整合，比如说，你的站在那个地方，你身体的状况是什么？你的力量的了解，如何去对力量的整合和搭建，这是第一个。第二步，要了解你的呼吸的状态，你的气机的这个长短，这个呼吸的这个升降开合过程中，你的气是弱还是强，要了解你的气。第三个，要了解你的心，你的思想是安静的还是浮躁的，还是这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叫修心、练气、用力。因此呢，这三大内容呢，是所有这个初学者需要去学习关注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去了解一些这个哲学的内容。道家哲学就是天道。为什么天道是想指导你的身体形状？我练个姿势是吧？这个姿势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它有什么这个原理？那如果你知道这个一些道家哲学，那你摆出一个动作，就知道这个动作背后它是有含义的。那你如果没有这种哲学的这种经验呢，你可能一个动作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最后那就你锻炼起来了，就往思想上就容易被动。
甚至呢，有一定的这个兴趣呢，可以了解一些的医学知识，就是医学就是人体，尤其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学知识很有必要气功知识。然后呢，力量的这个整合和搭建，比如说横的力量、竖的力量、三角力的力量。初学者从力量搭建要学习了解一横一竖三角力，最后促成你的这个方圆内方外圆的这种状态。要把这个呢作为一个初学入门的去学习内容。在武当武术里面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些招式、套路、动作的运用才叫武术，而这个在武当武术体系里面，它叫内修和外练。内修本身就与精气神有关系，然后当然外练也离不开有内在精气神作为这个动力和支撑。因此呢，武当武术这个之所以称为内家武术，要开始练武术之前呢，就要学习这个内功修炼。那内练精气神呢，内有三宝精气神，外有三宝头手脚，所以先内而后外。因此呢，武当武术的这个正宗的这个传承呢，先要通过站桩、打坐修炼，然后呢，通过内功的修炼有一定基础呢，进而结合吐纳、导引，如八段锦、无形养生功，然后太极拳，最后内修到外练要内体外用，有体有用。因此呢，武当武术的这个训练呢，对精神的增长是有极大的帮助。本身武术的功力的这个提高，也意味着我们的精神得到了增长。所以武当武术它是内修精神，外练筋骨。只要练武当武术，对精神的提高都是有帮助的。按照正确的方法去进行，必然会提振我们的这种精神。我对道家的这个学习呢，有将近30年。前面的这个3年的专业武当武术的学习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武当武术能够使我强身健体，改变了我的身体结构和状态，改变了我的精气神，也改变了我的性格，使我的为人处事也变得越来越和谐，使我的做事的风格呢也变得越来越稳重。因此呢，武当武术的这种学习呢，对我的改变很大。那后来呢，就想弄清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就发现武当武术的背后有一种文化作为支撑，而这个文化呢是道家文化。所以后来才有了专业的去北京这个中国道教学院的这个学习和进修，了解道家的专业知识、道家的哲学、道家的医学、道家的艺术、道家的武学等等，这个学习了这个道家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才了解到原来道家有这么好的东西。那武当武术呢，是作为道家这些重要的这个载体。武当武术它是承载道家思想和文化的一种技术，或者说艺术也行，一种技术也行。所以这个叫以武演道，以道显武，武和道呢是不能分离的。所以呢，后来在学习武当武术呢
的学习，慢慢深入到对道家文化、道家方法、道家这个思想的一种实践。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呢，身心越来越愉悦，个人的幸福感呢，就像这个《道德经》所说的，知足常乐啊，知足不辱而知止不殆。人在学习道的这个过程中呢，发现个人思想的欲望思想上的这种欲望呢，慢慢就会淡化减少，人性呢就容易得到满足，内心就更加容易得到平和，所以人就会变得恬淡，对功名利禄、对世俗的浮躁浮华的东西呢，就不会过多的去执着与追求。因此呢，在人性上呢，就变得淡定和从容，个人的幸福感、健康指数个人的幸福满足度就比以前呢就会更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身体的更加健康，内心比较愉悦，然后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精神境界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所以呢，也导致我对道家的文化、思想、方法、哲学不断的学习和探讨，然后去进一步研究。所以先后有2次去北京上学了，也是觉得这个道家对我的这个帮助很大，对我的人生是一种提高。学习道家的这个内容以后呢，对我的个人的这种成长是有帮助的。因此我觉得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加持。所以学习道家文化对我来说是利大于弊，而有利而无害。因此呢也导致我呢这个今后呢长期要从事道家文化和武当武术的学习与研究，不断的深入下去。道家呢，它是一个天地自然人生的一些规律方法的一种阐述，而道教呢，是对这个道家的这个规律方法的一种具体的运用和落实，最后形成组织。道教呢，它把道家的一部分内容呢作为这个它的实践，所以道教以道为教。当然，在道教的这个诞生过程中，它还融入了其他的一些学问，比如说一些传统的这个宗法的这个祭祀对天地，古代人们对这个天地人的一种敬畏的一种仪式，一种祭祀的仪式，由早期的歌舞唱歌跳舞来取悦于天地自然的这个神灵，最后形成了一些这个宗教的仪式。而道家呢，它是没有这些这个内容的，因为它是核心是把道家的这个思想文化去引导众生，去按照天地自然的这种天道来指导人们的这种行为，叫人道合于天道。所以道教它是继承了这些方面的内容，它是继承了这个道家的一部分内容。所以现在在道教的庙观里面呢，它有这个做法事有这个仪式，有一些规范的一些这个又形成了道教的法事、道教的音乐、道教的仪范，形成了道教的规戒。它有很多这个这样的。当然在道教的这个当代的这种传承的过程中呢，有很多
道教的操作者没有完全去按照道家的这种精神去操作，所以呢不按照这个道家的这种核心的内容去操作呢，高级人才就不容易产生。然后道教在几千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是不断的兴了又衰，衰了又兴，而在兴衰的过程中，往往兴旺的时候呢，是把道家的思想、行为和方法落实的最好的时候，有一大批优秀的高级的道士、高级人才诞生，使道教呢能够得到发扬光大。比如道教的创立者，我们张道陵祖师，他把道家的这个思想方法、行为方式落实得很好，所以个人的境界得到了很好的提升，最后也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传承人，24个弟子，优秀的弟子呢，成立了24支，是道教呢在早期由诞生到这个传承发扬光大。那随着道教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有些人慢慢的对道家的一些好的方法理念开始淡忘，开始远疏离，开始忘去根本，因此呢，逐渐走向背离了这个道家的基本精神，形成了奢侈、浮华，就跟世俗的这个社会人一样，去变得越来越俗，因此呢，个人的境界就会受到这个严重的影响。因此呢，高级人才呢就不太容易出现。因此呢，道教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呢，就逐渐的走向衰落。比如在唐宋以后特别是宋朝的末年这种风气呢，有许多道士忘记道教的根本，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肤浅，最后呢，受到这个国家统治者、社会大众、信众的极度的厌恶。因此呢，在这个时期呢，道教就走向了衰落。这是因为走向了衰落呢，也使我们有一些在民间有很好修养、有很好修行的一些道家思想方法的传承者、操持者，要重整道风，把道教呢颓废衰败的气象呢扭转过来，然后呢开始重新回归道家的思想，按照正统的道家的方法去操作，那就出现了后来的全真派王重阳祖师。在他的回归道家的过程中呢，也培养了几个优秀的人才，全真七子7大优秀的人才，高级人才，使道教在呈现出新的一次得到了发扬光大，重新扭转道教颓废，越来越世俗、境界越来越低的这种现象，使道教又一次走向了兴旺。所以道教能够发达兴旺，能够人才鼎盛，必然离不开对道家思想方法行为的一个认真的落实。因此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国内外的道教弟子、道教徒严格遵守、继承、挖掘道家的优良传统，落实道家的高级境界的东西，
不断的去挖掘、继承、弘扬，使道教真正意义上成为以道为教以道家的思想方法修行完成度己化人，从而使这个道教呢回归到这个正统的源流上面来，从而成就一批高级的人才，使道教这个越来越能够超凡脱俗越来越能够人才鼎盛。因此呢，道教是这个道家的一个落实者，也是道家的继承者。它的关系呢，如果没有道家就没有道教，所以道家是根，这个道教呢是这个叶，有根才会有叶。在武当派呢，学习这个武术，必须要学习道家的文化，那武术呢才能够练得更好。武当武术是在道家的哲学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的这个内修外练、体用结合的修身养性、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的一些功能性的技法。所以做一个武术弟子呢，需要了解道家的这个思想、方法和行为。那我们以武术为职业的这些弟子呢，可以不必按这个道士的这种行为方式去要求自己，可以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中，按照世俗的这个行为习惯去做一个职业的规划，形成一个武当武术的这个职业工作者。那如果武当武术的这个职业做到一定程度，个人的由武术的这个功能的训练上升到这个对道的这种认识、体认，最后呢形成了这个对道的信仰，自然而然就会有世俗社会的武术工作的从业者呢，慢慢深入到这个道士的修行的这个里面，所以由外练最后逐渐升华为内修，以内修专注这个内功修为的内容。所以要做一个专业的道士，不是形式上的这个出家的道士，而是真正的个人境界，在一个武术教练的这个基础上呢有所提升，最后升华。也就是武当武术要通过筑基完成外壮一骨内脏一筋，到这个内外都强壮，最后把功夫力量都练到这个由无到有，由有到非常这个充实，炉火纯青。功夫也如果进入到炉火纯青的时候呢，就可以完成易水。修大道呢，做一个专业的道士，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这个修道的这个道士呢，要完成武当武术的一骨一筋一水一后，从而很自然而然的呢就会去涉及到大道的内容，就会修炼大道。那修炼大道呢，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进去。还像以前呢，这个过多的这个从事武术职业工作呢，有影响太多的这个
时间，那修炼大道呢就会有影响。所以武术职业工作者做一个武术教练，武术传授者，当武术的这个弟子，十分容易的。有个3、5年，甚至这个10年、20年，持之以恒，容易这个做一个武术职业工作者。但是要作为一个道士，什么是道士呢？就犹如《道德经》所说的“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境界，个人内在的境界呀，要达到这个炉火纯青，深不可识，然后呢才能修炼大道。所以修炼大道呢是相当于困难。尤其是修炼大道呢，就要远离世俗，就要做一个出世，离开世俗社会，远离干扰、影响和这个消耗，要形成这个大修炼，做个大修行、大修炼，这个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道士修有道之士。那么，在武术这个境界里面呢，叫炼神还虚，炼虚合道，这个也就是以武入道。所以当武术的弟子通过学习修行，修炼到一定程度境界呢，是可以作为一个专业的道士。那这个道士呢，是真正意义上是有内容，有这个内修，有外练，从学识、境界、思想、文化和认知、体能方方面面呢，都是有升华的。而它不是简单意义上像现在的一些这个出家的这个名义上出家，并没有修行境界的这个有本本的道士呢，叫道士。所以传统意义上真正的道士应该是有境界升华，境界达到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这是我们每一个武术的这个弟子武当弟子追求和向往的一种境界。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武当传人、武当弟子能够加强修行，加强修炼，由武术的境界的不断完善和提高，最终能进入到大道的修行当中去。好。